鹅黄、藤黄、鹅黄，再来上一遍。啊，纸张的效果也是特别给力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走，把这个颜色调一调。调色的时候，记住一定要把颜色调好，调匀。是的，家人们一个比一个画的好，朋友们。然后入纸啊，拿起毛笔放松，对，去画，大胆的去落笔，再向上提。下面看看有没有太平的地方，哪里太平破哪里，朋友们啊。入纸伸上去，对，画这个东西啊，全就是靠它的势来做表现的。你看下笔果断，对，大胆落笔啊。来，也该挑的挑一下。那这个花头我们可不能让它太落后了啊，太小了，给它来一点大一点的，是吧？黄牡丹，你看表现手法这么多啊，一会儿碗状的，一会儿又是皇冠的，不太一样。好，往下来，这个是鹅黄、曙红加胭脂，一定不要调太高啊。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一笔，毛笔入纸啊，侧锋向外。对，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谦虚的很啊，往上提啊，大胆啊，1、2。担心它对称的时候呀，你可以往周边再给它延伸一下。好，对，拿起毛笔大胆放松的画，不用在那儿抠啊。有时候呀，一点一点怼的急人，是吧？很辛苦。你看，把这一关我们给它来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大胆放开的去画啊。大胆放开，落笔。收拾一下，下面颜色较重，上面颜色呀，慢慢就淡起来了。真是这个摇黄啊，它还发白，它也没这么黄，只是我们画的时候啊，都把这种艺术手法呀，就给融入作品中了啊。好，再走，你看。拐弯是吧？不断的去尝试去调整。那真正的再画的时候呀，就要把你的毛笔给洗掉了啊，朋友们。洗掉之后，把你这个外轮廓的形，我们来给它做个调整，就是要用上一点白了啊，淡淡的白。对，慢慢接着往下加啊。再加一点黄色啊，这个颜色要淡啊。再向上，对，淡淡的浅颜色向外托笔啊。放松大胆画，让这个你的笔触把这朵牡丹，就是黄牡丹啊，皇冠，我们给它拉开，让它看起来不是说收的那么紧啊，笔触不要显得很紧张啊，外围要得让它有一些放松感啊，好比说现在就很放松，你看这个头部这一块是吧，淡淡的。啊，过渡色也可以，然后这个画面看起来就很放松，它不像刚才，它就会收的比较紧，啊，这么一下子我们就给它表现好了。那这个大皇冠我们去点蕊的时候呀，你就得给它点上红蕊了，就不要去点黄的了啊，点了黄的也看不见，就是看不清楚。
好，再往下来，毛笔，咱们来蘸点曙红，在它们的夹缝处去点。点花蕊的时候注意点啊，特别是不太会点这个黄光花蕊的朋友们呢，根据课程里学习，对，光去瞅花蕊，其他的不要去瞅啊，其他的不要看，光去看花蕊，我们针对性的去学。好，点起来，毛笔加曙红，点的时候呀，注意要让它有个聚散关系，有大有小，参差不齐。好，让它们乱而不乱。同时，你还要注意到它们的疏密变化啊。毛笔笔尖加上去。好，我们再来点上去。啊，又点的时候注意疏密变化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就让它视觉上是吧，乱而不乱啊。这个呢是重胭脂，对，向上提。啊，每组叶子啊，我们都要给它处理好，有正脸的，还有这些侧脸的，啊，就是卷过来的。勾这里了，然后我们再去蘸一点重墨汁，啊，蘸点浓墨。现在把这个黑叶子也给它勾一勾啊，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层叶子。第三层是远的，现在我们还没画。对，你看每片叶子它的生长状态都不太一样，而且角度也不太一样。好，旋味去勾啊。再往上提，拿起毛笔稳稳的啊，不要着急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就可以考虑它是卷过来的，有上扬的，有下垂的。好，我们向上提，你看这些叶子这么一夹就很醒目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叶片它起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。好，拿起毛笔啊，从上向下，旋味去勾，稳稳的，一笔一笔啊。啊，这是又来了一个。要往下来，这个老干还是得画呀，朋友们，我们还是要画老干的。还必须从下面出枝，往上出还不行，往其他地方。那毛笔我们就蘸一点啊，墨汁，从下往上走。给家人们说，这幅画啊，我要是我不满意了啊，我就不往上更了啊。我满意，我再往上啊，再走，我看看，给它来一个势，从这里出发，拐过去，它不太合适，从这里来，往这儿吧。先画再说，对，向上提啊，对，向上提，贯穿过去，走走走，走到这里啊。好，往上挂了一下，挂了一下之后，这个呢，眼看是
从这边让它甩过来的，你这儿可以出一个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考虑啊，让它舒展过去。好，这真是金灿灿的大牡丹。笔尖去挂墨，对，你看这个啊，它两个长得还挺精神，并排而行。好，这个老干往这里来，一会儿我们再去加点淡叶子。画完下边呢，来画上边，太漂亮了！你看这夸的，他自己都想笑了。笔尖挂胭脂啊，我们再往下走，对，顺着它的势去画吧。哎呀，这个摇晃生津呢，一点都不假。好，我们给它画出几个叶子，笔尖加上去，入纸啊，看看这个叶片我们该如何去处理？最好让它从这边来，啊，刷出去一个。这个呢，让它就从这里长了，但是这个呢，啊，太细，我们就需要加粗。如果说感觉这儿枝干稍微就是绵软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得对其再进行一个添加。这不要出了啊！好，下笔果断，大叶子安排上，毛笔去蘸水，好，挂上去。笔尖挂胭脂，啊，向外落笔啊，对，长一点儿，向下压，笔尖要把胭脂挂上去，向上提啊，落笔要大胆一点，小叶子。那这个叶片儿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就得让它上扬起来，不能让它耷拉着。你看看吧，我们在这个画的过程中就得考虑到啊，你不能让它左右对称啊，时刻要想着，是吧？让它的形态发生变化啊，这样的话画面感它会更协调一点。所以说呀，有朋友们说啊，画画有时候真的很累呀。他的确他在动脑子啊，但是它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来下笔啊，要果断，大胆落笔，大胆落笔啊！来，叶子就是这样，不要全部画成细的，借助你毛笔的弹力度往下画啊。哎，但是不需要很大的力气，但是你呢就可以把它的神给它表现出来。啊，你看这个小叶子，我们让它上扬一点，最起码如果说这个也耷拉，那个也耷拉，对吧？它俩呀就有一些太相似了啊。你看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一边画一边我们稍作考虑。其他的先不要来呀啊，先画这么多。先画这么多，其他的就是再根据情况顺势去解决问题。先把这个叶筋勾一勾，你在下面画的时候就慢一点啊。好，勾上去，对，向上提。下笔要果断，
再向下来，上提一下啊，让这些小叶子的精神头儿，是吧？你给它来的足一点啊，精神头儿足一些啊。插起来啊，贯穿起来。这个老干它起的就是一个贯穿的作用，是，对吧？啊，画完这个之后呢，你看看哪些枝叶稍微有些零散，我们前期是吧，把这个大局已画好，后期呢这些星星点点的，什么点个龅牙呀，啊，画个远处的叶子啊，都是为其调整整个画面而来的。好，拿上颜色，我们再来点一点啊。对，一边画要一边稍微想一想，哪有画画不动脑子的家人们，对不对？这样的我们动一下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们点就虽然是写意，但是也要把它的精神给它提起来。好，感觉来晚了是吧？我们再往下啊，先把这些小东西点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来看整个画面。好，来啊，对，往上加，这样就会有规划，有目标，然后我们每天呢也是吧，有自己的一个计划啊，不能说脑子一片空白啊，跟着这个老师学，老师说往东边加一个，我赶快标个记号，我去加。往西边加一个，我去加，是吧？那你那样不行啊！你最起码我们要得综合的往上提升。对，要有自己的想法融进去。好，我们再来。那前期他没有啥想法，就是想给花头学好。但是我说的这些都要到后期了啊。我们点上去，就是你呢会一个劲儿的越来越熟练。心里呢越来越懂，对，我们拿着这个毛笔往上点，啊，点的时候别小点儿点的也看不见啊，大等的请往上加了啊，哪个地方你不满意了才去加，你好比说这疙疙瘩瘩的沧桑感挺强，你再去加上也是多此一举，对吧？我们再接着来啊，咱们让这些花头最起码这一块得收拾，你不收拾了，你会发现呢一大块白，它花也没个花型。本身浅色的地方啊，我们需要干啥呢？家人们，好，再来毛笔加上颜色，我们来解决问题。你旁边准备个纸，你要是大概感觉心里头没数的话，不知道毛笔是深浅呢，你在旁边试一下，再往上画，对吧？啊，可不要着急啊，这也不是着急的事。你看，叶子，但是我们也不要画的太过于碎小，最起码我们要做到让这个花型先给它跑出来，衬出来再说。你看浅浅的，对吧？这是不是就像个牡丹啦？对吧？刚才就不像啊，刚才视觉上就是一个，你的视觉已经发出信号了，就好像是一个残缺的牡丹。好，我们再往这儿来啊，来，我来加，你看这个叶片大不大？圆圆的，给它来个长的啊。借助你毛笔的弹力度，下笔要果断啊！不要，咱不至于说全部都给它画的又碎又小，但是说它在这个纸张上它起的作用要得明白。那走到这一步了，没办法了，是吧？我们就得顺着它的势往下去解决问题。毛笔添上颜色，所以我作画就是这样啊。想到哪儿，感觉差不多就要敢于下笔，不用担心，朋友们，你看我直播间这么多位朋友们看着我，我可不担心画错啊！
我想加我就去加，最起码你在下面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。想加，考虑好之后就大胆的往上添一点啊。你看薄如蝉翼的牡丹，我们就画好了。你这几个画的挺精致，这几个呢，你就得干啥呢？画的草一点啊，因为它也不是主角，对吧？对啊，草一点没关系，把你的笔触大胆的给它表现出来就行啊。好，往下。所以说呢，家人们在下面学习的时候呀，心放静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也不用着急。对，来太齐，向上。那这个干之后，它颜色会很淡，为啥呢？水多，好，水多。对，它走到这一步了，不画不行。你看有个形就可以。那有朋友说大写意怎么画？形在就行了。对，下笔干脆一点，把它的形我们给它表现出来。好，那这么一天呢，这几朵牡丹花好像就拥挤到一起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挤到一起去了啊。这个是红，大概点那么几下就可以。对，不用去拿捏啊，拿捏的过狠了，你会发现很累啊。糊一点就担心，这担心那担心，放不开了。该放松的时候，我们就让它放松着来。差不多了啊，这后面呢，你就可以忽略。啊，我再看看啊。对，这一块啊，我们得给它舒展一下。这些叶片让它下面呢，稠密一点，稠一点。你看这个叶子啊，简单的给它点那么几下就行，不需要来的太认真。这边我再加几个啊，加几个之后我们就不添加了，啊，就差不多就要完成了。是的，3尺的尺寸有点大，朋友们。好，拿起毛笔啊，我们再来，对，舒展一下。好，好，这还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左上边呢有留白，啊，上面再加几个小叶子。